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，一个冰冷的数据令人震惊：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已高达2亿。这意味着中国每7个就业人口中就有1个属于这种缺乏基本权益保障的自由职业者。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，业内预测称，到2036年，这一数字将进一步扩大到4亿人。这些灵活就业群体中，既有选择自由工作的年轻人，也有无奈接受这种工作方式的下岗工人。他们或许能获得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，但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工资保障、社会保险待遇，甚至很难获得贷款、公积金等权利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困境，这些人只能徘徊在自由与绝望的边缘。所谓灵活就业，就是失业，没有就业的机会。经济学者直言，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，实际失业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。的确，每当关注灵活就业这个词时，很难不去联想到失业。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，这个群体正面临着生存的巨大挑战。失去工作保障，无法获得贷款，这些自由职业者如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？他们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？这些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银行、建筑业裁员潮中，年轻人被迫进殡仪馆。在中国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，就业市场的萧条正日益凸显。不仅是互联网行业频频传出裁员消息，连向来被视为金饭碗的银行业和建筑业也已经难逃困境。在银行业，自2016年开始，仅中国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4大行就裁员约2.5万人。2023年上半年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裁员潮。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同比增幅仅为 1%， 而工商银行1年内就少了9000余人。这些被裁的往往是所谓的综合管理类人员，对他们来说，再就业可谓雪上加霜。资深金融分析师表示，银行业的裁员主要集中在管理层面，这些人通常缺乏专业技能，很难在就业市场上重新立足。建筑行业同样陷入了危机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底，全中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达143621个，同比增长 11.55%。然而，从业人数却同比下降 0.31%， 至 5184.02万人。这一现象背后是建筑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。大量靠体力劳动为生的农民工将逐步被淘汰，这必将导致大量的结构性失业。在就业市场雪上加霜的现状下，年轻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。有的选择继续深造，躺平逃避现实；有的则不得不进入一些冷门行业，如殡葬服务。长沙弥阳山殡仪馆最近收到了一批新员工，他们大多是95后、00后，之前从未接触过这个行业。一位应聘者表示，最初是家人鼓励他去应聘，他的第一反应是很诧异。虽然内心充满了疑虑，但在就业市场如此严峻的大环境下，这些年轻人别无选择。另一位应聘者表示，他希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，尽快和女友结婚。这些年轻人的选择不禁让人感慨，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，一些本应该繁荣昌盛的行业竟沦为了年轻人的最后选择。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梦想，转而进入这些冷门行业维持生计。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。这些本应是社会未来的栋梁，却被迫背负着沉重的就业压力，不得不放弃理想，接受一些冷门工作。他们的处境不仅体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，也折射出了社会对年轻一代的冷漠与无奈。年轻失业率高居不下，官方数据遭质疑。不仅是灵活就业人群陷入困境，即便是正式就业的年轻人，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。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月份全中国城镇
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 15.3%， 较1月上升 0.7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中国每7个16至24岁的年轻人中就有1人处于失业状态。而对于这一数据，不少中国网民倒是嗤之以鼻，失业率是失业后进行了失业登记才算进去的吧？没有登记就不算了吧？水分还是有的吧？可想失业率得多高啊？一位网友讽刺道。的确，官方的统计数据很难完全反映实际情况。据分析，即便是在校大学生，也有大量因为找不到理想工作而选择躺平的情况，但这些人并未被列入失业统计。一位985院校毕业的青年表示，自己现在只能靠弹性就业为生，但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会被列入失业统计。有些大学同学因为预期毕业后工作不好找，所以选择继续攻读研究所。然而，这只是在逃避问题，谁能保证2年后就业市场会好转？不仅如此，一些专家分析认为，官方的失业统计方法其实存在较大问题。一位英国经济咨询公司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表示，将学生排除在失业率统计范围之外，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并不一致。而另一位大学教授则表示，经过优化后的青年失业率数据仍然存在被低报的可能。他预测，随着政府逐渐推出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并促进产业升级，青年失业率最终或许会再次下降，但目前还看不到具体的时间点。企业揽才嫌冷酷，中老年员工遭清理。在这片充满绝望的就业市场中，令人唏嘘的一幕正在上演，一些企业竟在政府的指导下，有意识地清理中老年员工，以给予年轻人更多就业机会。一位深圳某网络企业的员工表示，如今大型民企也得扛起所谓的社会责任，也就是裁掉大龄员工，给校招生让位。他说，企业 HR 部门会接到政府的要求，需要释放一定比例的职位给应届毕业生。背后的逻辑是，年轻人由于贷款空间较大，能更好地刺激消费，从而带动经济增长。而中老年员工由于已经背负了大量贷款，其消费能力有限，自然就成为了被牺牲的对象。一位职业规划师也认同这一观点。他说，政府的态度是保住年轻人，放弃中老年。因此，企业会减少35岁以上的工作岗位，给年轻人一些机会。业内人士表示，这种做法无疑是极其冷酷和不人道的。一方面，中老年员工往往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，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往往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贷款，一旦失去工作，生活将陷入绝境。有分析师指出，这种做法无疑是在牺牲弱势群体的权益，以维护企业和政府的利益。不过，在当前经济不景气、就业市场严峻的大背景下，这种做法恐怕难以改变。业内人士预测，未来这种保年轻、弃中老的用人政策或将愈演愈烈，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隐患。从灵活就业群体的崛起，到年轻人被迫进入冷门行业为生，再到中老年员工遭遇被清理，这些都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的严峻现状。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民间测算，失业率高涨的事实已经扑面而来，令人不安。一些专家认为，这背后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。房地产、金融、建筑等支柱产业的衰退正在导致大量结构性失业，而政府为了维稳，又不得不通过优化统计方法来压低失业率数据，这反而助长了社会对官方数据失去信心的倾向。在这片愈发严峻的就业环境中，人们不得不屈从于现实，放弃理想，接受各种苛刻的生存方式。这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现象，也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沉重困境。过去，中国曾经是年轻人的天堂，但现在却成了他们的地狱。一位社会学者感慨道：“
在这里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理想破碎，看着自己的未来蒙上了阴霾。这是一个真正令人绝望的时代。